大家好，这里是读书康的频道，继续韩日游轮的第二站日本。我身后呢就是 JR 最西端的车站佐世保，但比起这里的柠檬牛排跟汉堡，我对隔壁佐贺的温泉小城更感兴趣。船响了，鸣笛。我在铁道路线图上发现了一站名叫五熊温泉的地方。那么接下来这一天呢，虽然由于这个边检过关的时间有点长，只有5个小时的时间，但我还是愿意去挑战一下这个任务，就是5个小时之内去五熊看一看。当然，我们首先要坐上的是 JR 的特急列车 Midori。熟悉 JR 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乘坐特急列车除了要付基本车费之外，还要再买特急券，操作可以在自动售票机上用现金完成。但正当我拿出 IC 卡准备入闸时，才发现佐世保这个干线车站居然不支持，所以又掉头再去买了张基本车票。JR 九州这趟特急 Midori 行驶在佐世保和福冈之间，会经常串挂另外4节去豪斯登堡的特急。如果是五熊回程乘坐，要注意看好车厢号，不然过了早期就会发现跟着一起来的车厢不见了，自己还在往南跑。我最大的纳闷还是一辆特急列车为什么1个小时只能跑50多公里，但车已经经过有田，快到五熊了。我决定回程的时候再研究下普通列车的速度。まもなく武雄温泉です。西九州新幹線はお乗り換えです。别看五熊只是小城，4面5线的火车站却有各式各样的列车到发 ，N700S 系新干线、特急、普通，还有接力新干线往北开的茨巴梅。经过46分钟的列车运行呢，我现在已经到达了五熊温泉站。那么对于这个5万人口的温泉小城呢，我之前做过一些了解，然后今天要去的地方大概也有个数，但是我还是想去旅游咨询中心，就是观光案内所去看一看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其他的点或者值得去看的地方。五熊车站的游客中心里最显眼的还是特产贩售区，除了温泉常见的浴盐，也有佐贺特产大豆制作的零食、挂耳咖啡，以及附近瓷窑烧制的茶碗和杯碟。当然，旅游咨询中心的基本功能也是有的，各个导览里都推荐了距离车站步行10分钟的五熊市图书馆。一个市立图书馆有什么过人之处呢？走去看看。纵览图书馆的外观，方圆线条简洁优雅，大面积木材和玻璃的利用也给人清新通透的感觉。但谁也想不到2012年时，这里还是资料陈旧，市民不愿意去，连馆员都很难招募的地方。时任五熊市长力邀鸟屋书店参与重整和运营。2013年重开之后，3个月就吸引了超过本地人口5倍的入馆人数，让五熊除了温泉之外，再多了一张文化名片。图书馆的建筑主体和五熊神社的参道平行，出门就可以看到一个鸟居，而一株树龄超过3000年的参天楠树就藏在这座神社后山的竹林里。比起日本其他神社的御守、会马、求签，这里的主角是2株被当地人赋予神性的古树。刚才提到的10层楼高的巨大楠树，还有一对同根又连理的结缘桂树。通往楠树的小道两旁，枫树随风摇曳，接近古墓时，左右都是20多米高的竹林，楠树就掩映在这片苍翠之中。3000多岁的它，靠近地面的树干已经中空，内部有将近20平方米的空间，相当于一间大卧室。向上生长的肌理苍劲多变，充满岁月的痕迹，但树梢上的绿叶依旧茂密葱郁，像是在高空中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伞盖。神社停车场旁的2棵桂树则是树根紧紧缠绕，树干分开生长，神奇的是再往上枝条又慢慢交织在了一起，就像有着特殊缘分一样，吸引了不少人来求取各种姻缘，不限于结婚求子，更有财运、学业和事业。
社方也售卖3种不同颜色的许愿铃供游客悬挂，挂满铃铛的铃絮现在都已经有7根，每根上都有8000个铃铛，可见这对桂树受欢迎的程度。看完了神社的古树，接下来就是五雄的重头戏了，泡温泉。从桂树出发，大概15分钟就能走到五雄温泉的楼门。我身后呢，就是五雄温泉的百年楼门，它出自日本著名的建筑师成野金武之手。楼门向南的牌匾上写的是蓬莱泉3个字，在这里6个浴场之中，刚好就有一个叫做蓬莱汤。泡温泉的第一件事是买票，这里有自动售票机，放入纸钞，按下按钮，机器自动出票找钱。等我进了蓬莱汤，才意识到43度的水温和之前泡过最高的41度差别如此明显。虽然坐在池边不停地挂汤引起了大叔们的侧目，可下水那一瞬间手心和头皮还是在发麻，15分钟下来就已经满面红光了。五雄温泉历史悠久，传说丰臣秀吉1592年侵略朝鲜时还挑了这里当受伤士兵的疗养地。但温泉长期繁荣还是在江户时代的200多年。作为驿站，这里接待过不少日本名流，其中就有宫本武藏和吉田松阴。1915年，成野金武除了楼门，还设计了包含浴池和客房的2层温泉新馆，风格与他的代表作东京站丸之内站房完全不同。新馆的石钱汤浴池的底部是马约里卡彩陶，看过我莫斯科国金成就展那期视频的朋友们，应该对这种装饰不陌生。最高级的浴池中还使用了五雄隔壁有田出产的有田烧来装饰。这里的2楼是以前新馆的5间客房，其中中间的3个房间可以拿掉隔断，成为更大的空间。壁龛里有一幅五雄本地书法家山口耕耘的作品，他借杜甫的诗蓬莱宫阙对南山来形容温泉背靠蓬莱山的避世意境。看完了新馆，我身上还在冒汗，刚好发现了楼门附近的温泉豆腐店左家平川屋在卖豆乳冰淇淋，这时吃一只再合适不过了。制作冰淇淋的大豆产自佐贺本地平原，豆香非常浓郁，入口质感也比较扎实细腻。很多本地居民会携家带口在店外的小花园里休息、喝咖啡、吃冰淇淋。此外，这家店还有成品温泉豆腐和豆腐火锅的堂食。说到佐贺的特产，除了大豆、瓷器，当然还有牛肉。五雄能尝得到一样特别的 A5 佐贺牛料理，那就是五雄车站的铁道便当，刚好也差不多要回城去车站了。出售铁道便当的是五雄车站的咖啡厅开罗多。即便经过烤制，均匀分布在牛肉肌理之间的霜降雪花也清晰可辨，放进嘴里油脂立刻化开，瘦肉的部分口感细腻，表面的美拉德反应配合酱汁的香，又让味觉多了一层醇厚，和佐贺米的圆润爽滑绝配。吃完了便当，我终于有时间来研究怎么坐普通列车回佐世保。赫然发现，虽然要在早期转车，但扣掉转车的4分钟，行驶时间居然和来时的特急一样，46分钟，而车票价钱却只有特急的1半。不过普通列车使用的是 JR 九州200系的柴油车，行驶中引擎噪音比较明显。另外，承担城镇通勤角色更多的普通列车，座位也是面对面的长椅，舒适度上还是特急更胜一筹。虽然快到早期时车里会有转车信息广播，但到站一开门，大家突然开始狂奔上天桥去4号月台，我才知道这4分钟的珍贵，也跟着跑了起来。还好进车厢时离发车还有2分钟。列车快到佐世保时，已经能看到邮轮的烟囱，这时距离最后登船时间还有30分钟。那么
么在离登船结束时间还有17分钟时，我终于回到了甲板上。那么总结这一天的行程呢，我觉得五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温泉小城。比起上一期在济州岛，其实因为公共交通的便利以及目的地相对比较集中的原因，时间节省了很多。那么整个 MSC 地中海邮轮韩日航线的视频就到这里分享结束了。之后会去到什么样新的目的地，会有什么发现，会有什么新故事呢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账号，我们下期见。